大家好，这独立出来的一槽是要种植百香果，内部先铺设在底部外围的则是发酵后的甘蔗渣，再倒入2桶腐殖土之后，才利用一旁的土壤覆盖上层。这槽的空间大小有70乘70公分大。现在进行覆盖的土壤看似硬化的严重，但是挖起放下后，土壤非常特别，会自动分离成小团粒结构。可以这么疏松的原因，是因为土壤是由大量的有机质转化而成。趁着挖土填土的过程呢，就顺道来解释一下，为何主题会定为种植作品。这个区域的地板有别于过往影片，地板有铺设水泥，重新整理过程是新的尝试。做到目前为止，发现一间倒塌的鸡舍空间，可以利用的空间还真不小。空间规划上，目前是打算用来应付天气越来越热的困扰。除了觉得种植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后，得来面对多雨与酷热不好种植的夏天了。毕竟夏天菜价比较高，变数也比较多，也算是山不转路转的做法。水田土壤的结构在夏天时，目前是真的克服不了。但是前院猪舍的隔间结构与水泥地板跟此处很接近，地势也比较高，也有排水设施。更重要的是，还比此处大了10几倍。可以搞定的话，水田就可以再思考其他用途了。而种植槽靠得这么近，只是不希望百香果的根系到处乱窜。这一槽原本设定为棚架下的遮阳种植空间，偷懒的方式将原本胶钉摆设的砖头进行转向，边界可以直接拿来利用，砖头就不需要再重新摆设了，就只要把土壤从右边移到左边的种植槽。不过上方还有青葱跟韭菜，为了方便作业，得先将左侧碎砖瓦区进行净化。这边坡用大结块砖块呢，加强稳固性，防堵碎砖瓦滑落，也提供踩踏好走的后路。在进行铺设杂草抑制席前，先铺设一层人传承给狗使用过的棉被，避免抑制席被划破，也给人的更安全走踏空间。不知狗是否会高兴，冬天又有新的旧棉被可睡。而抑制席则是诺丽果果园淘汰下来的利用品，破洞的位置上下层各再覆盖上过往抛弃的塑胶地板。会有这么多的再次利用品，也算是被逼的了。现在垃圾回收要求越来越高，除了得用透明塑胶袋进行垃圾装袋，一堆废品也不收，比如说水泥袋杂草也都不收，也就被逼着得尽可能再次利用消化掉。没有配套措施，自治草木灰不再重新开启都很困难。初步的拆除与铺设作业完成后，整个光线看起来就明显改善不少。接续来改善棚架搭设与取水不便的困扰。首先将这野生的七里香进行断根，让其根系脱离菜床，转成独立生长的空间。加大菜床则是不得已的做法了。除了水泥地板搭设棚架上的限制呢，搭设的主管长度也不够长，要将2组棚架连接起来，加大菜床会比较容易。施作工程真的是有点峰回路转了，已经脱离了原本纸上谈兵的规划，进入了边做边改设计图的情境。
取水变道完成之后，先测试越狱取水的可能性啊。只是这样，若要大量取水，很花费背力啊。跨越取水加上脚力跟腰力呢，是有轻松了一点啊，但是这离便利取水或是要大量取水还有点距离啊。或许在另一侧先摆个桶子当中介盛水啊，也不失是一种办法。但是这要种植适水性作物还是辛苦啊。等种植好作物后，影片后段再换个轻松省力的方式解决。不过目前至少取水变道已经完成了。解决了取水的问题之后，远离水源的位置呢，目前耐旱的作物算是很好的选择。由于左侧地势比较高，所以先种植青葱。种植青葱的目的还有一个，这不怕蝸牛。刚整理好的菜地，种一些虫害少的作物，除了比较轻松，也方便观察土壤状况。另外，由于这菜床宽度比较大，青葱进行分株后，比较细小的先种在靠内侧的位置，让它慢慢生长就好。而已经比较粗大的种在外侧，方便随时采收掉。毕竟这里还会补上棚架，青葱只是短暂的过渡作物了。青葱进入秋天雨水比较少的时期，种植的深度可以加深一点，来增加葱柏的长度啊。只要继续覆土，葱柏的长度就会继续增加。目前种植的方式，除了直接种得比较深，也会在一旁的土壤清理出来之后，直接增加覆盖啊。家庭种植的话，采收时顺道补苗的方式就很够用啊。除非真的很介意葱柏长度啊，那就可以采用2阶段种植啊。只是这需要在比较深的土壤层挖洞种植啊。闲着没事，倒也是可以玩玩啊，蛮有趣的。至于旁要移植的则是韭菜啊，这个位置地势比较低，韭菜因为不需要覆土，所以土壤的厚度就一次调到定位啊。种植时底茎略低于土壤平面即可。这采收时是直接割取底茎处哈，割除后就可以再自己长出来。趁机进行分株，则可以加快繁殖的数量。韭菜还可以一菜2种，利用降低日照，避免叶片行使光合作用，就又可以变成韭黄。这等棚架搭设好，再来分享转换韭黄的过程。青葱移植2天后，有出现黄叶的现象，感觉水分有点不足，天气实在太热了。这种天气若是再缺水的话，实在会很辛苦啊。省事的进行细水长流慢淹哦，水流跟水管都很细啊，慢慢淹的方式可以避免土壤被冲起啊。这小型抽水马达只要几十块啊，但是完全不用费力之外，不用多久还是可以将整个菜床自动浇透啊。谢谢收看。